大家好，我是王章。是这样子啊，那是一个很平日的平日的大家都在上班的一个平日啊。那天下午，我决定要去那个金山，金山有个天籁温泉，我很喜欢去那边泡，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去那边泡温泉。那时候我只有29岁，28、29岁，很年轻，不到30岁，骑着摩托车从台北市出发，骑了快1个小时多，我骑得还蛮快的，快1个小时多的时候，快到天籁的时候呢，我心里已经想要去天籁了。去天籁的时候，突然有个转角，那个转角呢有一家温泉，其实因为我去过好多次，经过很多次啊，从来没有一次进去过，从来没有。那一次不知道怎么搞，我就突然想进去那里，所以想说，好吧，灵机一动就换个嘛，反正价格大概差一半。那个小温泉呢，价格大概比天籁温泉少一半，大概是300块左右，200-300块，不贵。然后我就进去啊，因为是平日的关系，所以人很少。我一进去之后呢，因为那是裸汤嘛，所以我们是脱光光。进去之后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在那边泡温泉，那个大叔。我那时候是30岁嘛，他大概是50来岁左右，看起来很平凡的一个大叔哦。然后我们全都脱光光，我们2个都脱光光在那边泡。我记得大概是2点多进去啊，我大概泡到2点40或者3点多的时候，我们彼此都没有讲话，就没有人，就是他也不会来他也没有来跟我讲什么。后来有一天，不久，他就跑过来，然后跟我说，他走过来了哈，不是跑过来，讲错了，他走过来跟我说一件事，他说：“先生，请问你是公务人员吗？”他说：“啊。”怎么会有人第一句话问对方就是问他说你是公务人员吗？我说对啊，不过你怎么看得出来？我很压抑的，我整个很 shock，我是很压抑。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依据他的观察，只有公务人员才会在平日请假来泡温泉，一般私人企业的那个劳工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也不敢请啊，怎么会有人请假来泡温泉呢？赚钱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会有人请假泡温泉？我想想，对哦，这也是有道理的。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怎么会一个人来这边泡这么久啊？其实老实讲，泡1个小时也算蛮久的，尤其是一个人。他说怎么泡那么久？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也工作一段时间了，我是92年的时候，考上高考啊，考上高考，然后做到93，那一年是93年底冬天的时候。就是后来做久了，你会觉得说，也没有做久啊，就做了1年多，你会觉得说，其实工作也蛮稳定的，还想有什么投资的管道可以赚钱，你想也想赚很多钱。然后那位先生就说，你这样子的话，你有这个想法不错，我可以教你一些方法，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我也赚很多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50几岁大叔赚很多钱是有可能啊，但是会敢讲自己赚很多钱的人，其实也很奇怪，我这样觉得。不过那时候我有个概念了，我已经有一个概念，因为我那时候我以前读2技嘛，考2技之前我就读过经济学。我读了经济学才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不管，我从劳动供需曲线，那个劳动的供需曲线里面知道一件事不管你从小到大的成绩怎么样。不管，就算你从头国小1年级开始，一直到博士班毕业，从头到尾都是第一名，其中期末考是第一名，所有的联考、所有大考都是第一名。你知道毕业后可以做什么吗？你知道毕业后的薪水是多少吗？你毕业后薪水只有平均薪资啊，就差不多，顶多多一点或少一点而已。你领平均薪资，怎么能够称之为有钱呢？那根本就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不要忘了，你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就算你的薪水跟教授一样高，你也顶多是10来万而已，这都不称之为有钱人。然后，所以我有这个想法，我想怎么样才能够变得更富有，对不对？毕竟投资是每个人一生，至少是那个中产阶级以上的人都要做的事啊。但是那位先生他就跟我讲说，那他问我工作了，当然就跟他讲说做什么系统、网络、电脑之类的。那我也问他工作啊。他跟我说有点神秘他跟我讲说他是做资源回收。我想资源回收不就是捡破烂吗？不能说捡破烂，就是捡纸啊、捡铁、捡保特瓶啊，然后去卖。我想说，那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如果他说他赚很多钱，那他做的资源回收应该是很庞大的事情哦。然后我们就继续聊。后来我才知道，他所谓的资源回收
它所有的资源回收其实不是跟我想象中不一样，不是收保特瓶，不是收铁，不是收纸，它是资源回收，是布料。我说收布料也称之为资源回收，这什么意思啊？然后他很仔细的跟我讲哦，我今天跟你讲的事情可能有点冗长，但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不然我不会在这边录影吧？我平常录影都只有10几分钟，现在我要把它从头到尾一次讲完。那当然，如果你时间感或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分段听的哈，分段。那我认为是蛮重要的，因为在整个环境，那一年是民国93年，现在是民国106年，这整个环境的变化太大了。那时候年轻人对未来是有希望的，现在年轻人对未来是没有希望的哦，真的，因为薪资都10几年来都没有前进嘛，所以赚钱变得很重要。OK， 那位大叔他就告诉我说，他所谓的资源回收呢，是去跟大陆的国营企业买布，因为大陆那个时候国营事业已经有点走向那个经济开放，所以他们大量生产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呢，导致它产量过剩就只有把这些布料堆到库房嘛，但是还是得继续生产啊，因为工人必须要有事情做嘛，所以他继续生产，对那个布料越来越多，他专门就是去大陆的国营事业去找这些布料，他把好一点的布料挑出来，不好的布料他都不会要。好的布料我是不懂的，但是他就是这样讲，我也是转述一下而已，我转述。他说他把这些布料拿来台湾做设计，然后设计完之后他把这些布料请工厂加工成高级的布料。那他专门做这个设计，设计什么其实我是不晓得，什么花纹啊什么那些我都不知道，他就说大概设计花纹，可是他的每一个布料要经过5个工厂，每一块布料要经过5个成衣工厂做才做得出来，也就是第一家做完会把这个布料再送到第二家，第二家做完再送到第三家，一直经过5家他才做得出来。这个有一个好处，他很仔细的跟我讲说，这个的好处就是任何一家都没办法仿制它的布料，也就是做不出来啊，因为每一家都不知道前一家跟后一家做了什么嘛，甚至于第2家跟第4家又不知道，他又转手了，所以他都不知道。他做出的这些布料呢，全部都外销到欧美，都是欧美最高档、最高级的燕尾服的布料，西装、燕尾服的布料都是用它的。我市场多大我不知道，但他的意思是说，他就透过从大陆买便宜的布料来台湾加工，因为台湾纺织业是很非常成熟的产业啊，我想你应该知道，在台湾加工，然后直接外销到欧美国家，所以整个欧美国家市场呢，基本上它占有一定的市场的一定的庞大的地位啊。然后他就跟我描述他大概上这样赚的钱，他其实赚的蛮多，但他又跟我讲一些零散的事我讲给你听。大概就是他说以前台湾的纺织业他是做纺织业的业务专门就是卖布料，拿着布料去卖给那个成衣厂的那个业务。他专门做这个业务，他形容词那时候的台湾赚钱就跟开水龙头一样。这个成衣厂进了他们公司的布料之后，他只要就像开了一个水龙头，那个钱呢是源源不绝，怎么赚都赚不完，水都关不起来，一直流。他那时候赚的钱就是这样的赚。所以他因为那时候很年轻的时候，20来岁很年轻的时候，他就靠这样的钱在天母买的房子。我想很多有钱人都在天母买房子，他买的就是一个独栋的房子。他也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他认识很多医生如果医生的装潢呢，医生也很有钱，天母有很多医生，如果他装潢的是价格是如果是300万，他会跟他朋友讲他装潢600万，就是碰风，就是一种吹嘘的精神那个情况是这样子。然后他还跟我讲我必须把一些零散的事情讲给你听有可能跟整个主轴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还是尽量把它表述出来。他说他有个习惯，他家住4层独栋，整个栋4层都他们的，然后他也有装潢，大概装潢也不多，大概就500-600万。然后他有个习惯，他每天都会尽量他会
他会睡他们家的每个地方，比如说他会睡在客厅，或者是睡在楼梯，或者是睡在那个他想睡的地方，每个地方他都睡，因为他很喜欢醒来的时候呢，不是在自己的床，不是醒来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不是不在自己的床上，他也会睡在床上哦，这是他一个特色。然后呢，他买车子的时候呢，他每一年会买大概500万左右的车，他早期啊一年大概花500，一年还是3年，我有点忘记，好像应该是3年，每3年会花500万买一台车，那就是买个700万车，因为他收入很高嘛，所以这样买就差不多。反正就是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的旧车呢？他说旧车很简单啊，都同一个业务嘛，叫他把车子卖掉，把旧车辆只有开3年嘛，旧车卖掉，直接把那些款项再去买新车进来，大概这样。可是有一天后来他加入慈济之后，他还是一样，每3年，他觉得节省很重要，每3年呢花500万买车，可是他只买100多万出头的车，这大约100万到200万出头的车，他就把那500万里面剩余的300多万呢捐给慈济，所以他大概每3年就捐300多万，当然这对他们而言是不多啊，少部分的钱而已。然后他说他其实后来开了很多宾士啊 BMW 车之后，他很喜欢 Saba 这台车，因为 Saba 这台车呢，它是外国进口，它的引擎很有力。好，这他讲的，我是第一次听到 Saba， 那时候我30岁，我第一次听到 Saba 车，因为我对车子没有什么研究。然后他说他车子也都不洗，他就习惯就是车脏了，下雨天顶多水冲一冲。哦，没有，也不用水冲。他说认为洗车是浪费，所以他不冲。好，那他就讲很多，我们就闲聊嘛，就是一种闲聊。可是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啊，我就说，因为我这个有个习惯，我习惯直接问他说到底赚多少。比如说，那我问他，那你这样一个月大概赚多少？一个月是赚10万还是20万？他这样讲，但他说他其实是自己有公司做设计的赛斗公司，所以那他就是应该是公司的老板，所以我就直接问他说，那你们公司的营业额是多少？他很老实的讲啊，我们脱光光，2个人都脱光光，所以讲话都很老实。我想如果你脱光光跟对方讲话，你应该知道。他说我老实讲啊，他说他老实讲，他1年的营业额是3亿。哇，我一听到营业额3亿耶，靠，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啊？然后因为我知道还有毛利率嘛，那你大概毛利率是多少？然后毛利率大概5%，税后净利那些我不太会算，我就不算了。大概毛利率是5%。所以他1年公司的获利，不敢说净获利啊，就是他的获利是1亿5千万。哇塞，他的公司获利是1亿5千万，他又是公司老板，就算他1个月的薪水是10万块的话，他公司能够动资的薪水是1亿5千万，1亿5千万不得了真的。然后他特别说他公司只有5个人呢一个就是他自己，那一个是他老婆，另外请了3位小姐处理一些业务，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你感觉怎么样？很特别，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他每天上班啊，都就做一件事，就早上9点进办公室，9点进办公室呢，然后就看看有什么问题要处理的，联络一下 ，OK 没问题之后，他大概12点就离开了，所以他12点就下班哦。12点下班，他就来这个温泉，其实它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温泉啊，就很普通很干净，但是没有什么装潢。来这个小温泉泡汤，就泡一下，然后大概3、4点的时候呢，3、4点的时候他就开车下去，然后在山下一个那个热炒店炒2盘菜吃个饭，就很简单，就这样过一天。他跟我说那个热炒店的老板知道他赚这么多钱，很羡慕他。可是呢，只要任何一个人说很羡慕他的时候呢，他都会跟他讲这个故事。他说你千万不要看我这个样子，他好几年的时间，很漫长的时间呢，他都想自杀不是赚很多钱想自杀，是还没赚钱之前，就那个艰苦的时候让他很想自杀。他就开始描述嘛当他开始决定要设计这个布料的时候，他就设计了14款准备卖，但是那14款布料卖不出去没有人要买，只有3款卖得出去，但是工厂还在生产这怎么办呢？他设计的布料呢就堆在仓库里面，就仓库就越盖越多，
不是越盖越多，讲错，越盖越大，就为了放他卖不出去的布料。他好长一段时间跟他老婆2个人就去那个仓库看，然后看着那个堆的很高的布料，2个人就抱在一起，一直哭啊，哭好久啊。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的布就是卖不出去了，他也设计台布卖不出去。后来他想到一个方式，他就是说，他在天母开了一家西装店，就是也是高级西装店、服饰店。然后他跟他老婆2个人就雇那个西装店，雇那个西装店呢，客人来做西装嘛，早期很多人做西装，不像现在这样，早期很多人会定做西装。他去做这西装的时候呢，他亲自了解到那些使用者，就是来定做西装的人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什么样的布料可以满足到这些人。他说他那家服装店呢，开了2年，赔了2000多万。那是不是也是个悲惨的开始？不，他说他真的赔了2000万，他也是真的整整花掉那2000多万元的时候呢，他才能够了解到使用者，也就是穿高级服装的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服装。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设计出来的衣服讲错了，他设计出来的布料才真正的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所以他也是经过一种那个低潮期很长好几年的低潮期。当他设计的布料越来越有名之后呢，到国外去参展嘛，然后也在国外卖，国外的那个世贸厂去做，那也慢慢做，整个市场都吃下来了，慢慢的吃下来。然后呢，你知道设计布料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灵感的。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他好像叫 Peter 吧，他说Peter 啊，外国的那个经销商他问他说Peter 你从来都不出国，也不参加国外的那个布料展，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源源不绝的灵感，设计出这么多人喜欢的布料呢？那时候我就在旁边听嘛，我想说对啊，如果你不常常出国，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你怎么样设计出好的东西？那你的灵感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听清楚我问他，然后他跟我讲，那我讲给你听93年秋天还冬天的事，很冷天气冷。他跟我说你说的没错，一个人他的想法其实是很有限的，他读再多书他也不可能有很多灵感。这些灵感怎么来的呢？你仔细想一想看。他要我仔细想看，因为我刚毕业嘛，大概想我看书。他说看书的很多，可是灵感不一定会出现。他说最重要的几个要素，第一个是艺术，因为艺术品会贯穿时间。也就是说，你想想看，500年前很多中国的古代的画家他画的东西，为什么500年的今天还会有人去保存它？因为它是艺术品，所以它穿越时间。第二个，文化，每个人的文化特色是很流长的，我们会去研究文化的差异、文化内容，把文化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不会剪接所以打嗝也不会剪掉。整个文化的异常涵养你的心，就是你整个沉浸在这种文化当中，透过文化方式设计出有文化风格的设计出来的东西会很有内涵。你只要融合在这里面呢，很快的你的灵感就会源源不绝。他跟我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叫赵无极，赵无极是个艺术家。93年的时候，我昨天有去查了一下，他在2013年的时候往生。那民国93年，也就是2004年的时候呢，他还有持续在作画。他说赵无极呢，他是专门画水墨画，他就是把他就一个很空白的白纸。举例他真的是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个例子你要听清楚一个很无聊、很普通的一个宣纸，他拿出他的画笔，水墨画的画笔，就在上面挥洒几片，挥洒。他亲口讲给我听的，这一张至少就接近几千万。听清楚赵无极的画每一幅都可以卖到1000万以上。好，这个他还跟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不知道真的假，他说他是这样子画的
赵无极画画这样，他把一整叠的宣纸，一整叠的水墨画的那个画纸，整叠放在书桌上，他就从第一张开始画。但是画第一张的时候呢，他会渗到第二张，也会渗到第三张，对不对？他第一张画完了，拿走晾干，第二张渗过去的部分，他继续画，画到炉火纯青了。他的心目中呢，已经有那个画的影像，他只是用他的笔把它画出来而已。所以他画的每一张都可以卖到几百万跟几千万。所以这样，他的艺术品让人扣人心弦。他也是那位大叔也是因为看了这些艺术品之后，深受感动。他讲了一句话，他有一次他讲了一个事实不是一件事件不是一句话。他跟他老婆去看赵无极的画展，他老婆被那个画镇住了，久久不能够动弹，还是他把他老婆拉出来，他才回过神来。这个我没有那种艺术气所以我不晓得，但他的描述确实是这样。我把他的描述呢，老老实实原封不动的讲给你听好。OK， 这是个艺术。第二个，他还说，你仔细看很多很多有名的电影或很多有经验的东西，它都其实是走中西文化的合并。举例，李安的《卧虎藏龙》，卧虎藏龙那时候电影刚演卧虎藏龙是不是一个描述的是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武侠故事嘛？但是它结合什么？西方的好莱坞的电影拍摄技巧，所以它大卖，全球性的大卖。还有花木兰的卡通，迪士尼卡通，我想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花木兰是中国的故事用结合西方的方式拍摄出来。当然，这样的举例其实都是不胜枚举非常非常的多。但我讲的不是只有电影我讲的是说很多中西文化交流，他特别强调中国5000年的文化呢，很值得我们去深深的去研究。那西方的科技文化，只要跟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做的事情呢，就会广受大家的欢迎。所以有一个一时忘记，有一个歌手他也是很帅的歌手，叫什么名字？他跟黄志明唱《北方》，飘向北方这首歌。黄志明我忘了，反正他也是一样，就是专门唱台湾的歌，然后在国外美国学音乐。好，周杰伦拍了一个蝙蝠侠。周杰伦的音乐，我想你应该知道，周杰伦很多音乐里面，他有中国的传统的风味，然后呢，用现代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周杰伦怎么样？他也是个很有名的不要说很有名至少他收入比我们高很多了好，但是他跟我讲了很多，稍等一下，我打小抄，所以我不会忘记。我看一下我还有什么还没讲。OK， 还少讲2个OK， 打一个，就是他说台湾人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台湾只是一个弹丸之地，非常非常小的弹丸之地，可是有很多很多产业都是世界第一。这个我不用额外的讲，反正这是真的你们可以看那个商业周刊讲的，3不5时就会有台湾的产业在全世界的供应量是非常大。所以他讲到产品的时候，他得到一件事就是，你一定要千万不要小看台湾，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有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传统，在民国38年撤退到台湾之后，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传统带到台湾来，它又有日本人的医术，还有日本人的那个风格。当然呢，西化渗透到台湾西方的文化渗透到全世界的时候呢，台湾也接受了西方文化。所以台湾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还有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呢，日本不是日本，印度还有德国的那个犹太人那以色列犹太人，接下来就是台湾人，大陆也是大陆也是蝗虫人之一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永远要相信台湾人是非常聪明的。他是非常聪明。还有一个
OK， 那我还跟他讲了一件事哦，他就是，我跟他讲我们家是开一个文具店的啊，文具店，那文具店要怎么赚钱？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哦，只要他去了你们家之后，就可以从你们家的环境当中找出10几个缺点，来可以改善。这个我相信，因为我们家是很传统的一个文具店啊，这个我相信。所以他讲了10几个缺点，哎，这给我一个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哦，就是哎，没错，我们是在现有的环境下并没有找到它的问题，我们习以为常，所以我们没找到问题而去改善，所以这就是一个改善的观念啊，这个改善。他还有建议我可以去卖一种叫做高级的文具，高级文具礼盒里面，比如说高级的钢笔啊，高级的那个文房四宝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些可以买来送礼的那种礼盒。这个在早期是很多人做啊，很多人做，就是其实现在也有。你们知道在 Google 上打高级文具礼盒，都是几万块，就2、3万块的礼盒可以送给别人哦。当然，我猜想这是老一辈的做法啊，我们年轻人可能就送 iPad、iPhone 或者是手机、平板电脑之类的。好，那前提是最后快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聊了1个多小时啊，在那个温泉边泡边聊边讲，就大概聊了快3点多聊到4点多，快4点半的时候，他也要离开去吃饭，我大概也差不多要走了。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他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他说你一定要记得，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么多东西，很可能你会忘记，很可能你会不记得，因为讲太多了，时间一定会穿过，一定会把这些事情都冲淡掉。不巧是我记性还蛮好的，所以我都记得，大部分都记得啊。你一定要在心中默念一件事哦，你只要一直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他这句话我就写在白板上来，跟我念一遍。他说：“不要再现可见事物，要将不可见的事物视为可见。”听起来有点绕舌，如果你光从字面上还不太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哦。但这是他的经验，他说你一定要记得，你不要再去重现你看到的东西，你一直去重现你所看到的东西，你最后的结果也只会走在原来的路上。你一定要做什么呢？你一定要把你心目中所想象出来的东西实现，成为一个具体的东西。这个可见，你看哦。我再重新解释一下，第一句话，我刚刚解释的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不要再现可见事物哦，就是如果你一直重复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你得到的结果就是跟过去一模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他的意思说，不要再重现那个可见的事物，可见的事物就是已经做过的事情，或者是已经做过的买过的做过的物品东西哦，这样子会让你一直重复一模一样的事。第二句话是要将不可见的事物视为可见。要将不可见的事物视为可见呢的意思是说有2种啊，可见的本身有2种含义，一种含义是这样子，一种含义是他在心里想的，比如说我想要去比如说我想要做个纸黏土，一个宾士车的纸黏土，用纸黏土做出一个宾士车，那是不是我心里先有一个想法？我心里的想法是应该宾士车长这样，然后用纸黏土慢慢粘出来，这就是心里想象的纸黏土，在现实生活中把它做出来。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哈，所以是说要将不可见那个纸黏土的宾士车本来是不可见嘛，因为它只在我脑海中而已嘛，视为可见，就是你不仅要把在心目中看到它出现，还要在现实生活中让它呈现出来。那一年是民国93年底，我当年28岁29岁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不过我几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的帮助是多大。你知道我在讲我在回复到一件事现在的年轻人呢，如果你是去工作，找一份工作来做，你最后结果是1个月领3万，最多领到5万，绝大多数你要记得绝大多数，但这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他永远只能领3万到5万，而且工作还会不保。为什么？
因为过去17年来，过去10几年来的薪水都是3万到5万，难道你认为未来的薪水会变得更多吗？你思考一下，未来人口是越少，人口越少的情况之下，消费的人就会越少。当消费的人变少之后呢，你的薪水会增加吗？不可能嘛，人口都变少了，你薪水怎么增加？对不对 ？OK， 但这就是一个重点。如果你的薪水很低，或者是你的收入很低，或者是你的投资效果不好，那你为什么你会继续在做吗？你一定会想尽办法嘛。等你20来岁工作1、2年、3年之后，你会想尽办法，因为你已经开始就知道你根本没办法赚到那么多钱，因为如果你的还是这样的收入，事实上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结婚不敢结婚，就算结婚也不敢生小孩，所以出生率就一直下降。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你的生活跟过去是不一样。那位大叔特别强调你只要每天在心目中想这件事，并且让它实现的话，你就有机会跟他一样赚那么多钱。OK， 他还特别强调一件事，甚至于你在感情上，夫妻感情上或男女朋友也会有差异也会有进步讲错，不是差异，也会有进步。好，你仔细想一想，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道理的。你想想看，他一开始只是个业务，后来想要设计出布料，设计布料之后去卖，对不对？但是呢，他不知道布料怎么设计，他又开了一家门市去理解使用者的需求，了解使用者的需求之后呢，才设计出来的布料才被接受，被接受之后呢，他去世界各国布点展览卖，所以他卖的他在台湾卖，台湾是没有卖的在卖的线路上，整个欧洲、美洲的国家全部都有他的那个都会用他的布料，所以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做了什么 ？OK， 是不是？他不会局限于他拥有什么样的市场，他会继续扩增，不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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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充。这些东西在过去他还没有扩充之前是不存在的，他想尽办法让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他努力让它实现，而且还有一点，他设计出真正的产品，这个产品在过去是不存在的，他没有设计之前，他没有设计那些布料之前，他只是怎样？它只是大陆国营事业的库存料而已库存布料而已对吗？库存布料，它没有价值，它的唯一的价值在于说，他的大脑想出来的影像设计在布料上，再把这个布料卖到远方。那你也不要忘了，他也不会在意台湾的人口怎样，因为它的市场是什么？全球市场，懂吗？好 ，OK， 我一开始说过我是王永章，大多数人可能不认识我我也是听了这句话之后呢，开始在想，那我应该要做什么？我29岁的时候就在想大概30岁的时候，后来慢慢的我就想说，其实我不太会，我大概只会考试吧，读书跟考书是我的专长因为我总是希望自己很会读书，很受女生欢迎，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在求学过程中，我其实不是很会读书我在准备高考的时候才变得很会读书不好意思讲错了，准备2技考试的时候，还有高考的时候才越来越会读书的人越来越强。所以我最大的原因就是最大的优势就只会教人家读书跟考试。所以我就开始那个时候开始写网志教，然后就亲自反正网络上就是有人认识我，就教他一下，就慢慢做，做到现在也10年了。所以我有写书 ，OK， 很多人会写书所以我有很多文章，大概几千篇吧。然后我帮助很多人，几千人。那这些呢，在10年前这些存在吗？这些不存在，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子。当然也没有人教人家国家考试。我刚开始教考试的时候，其实大家还不晓得，他以为考试就是一种天分能力吧后来慢慢很多人教考试不过这也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你仔细观察，很多时候呢，那些最富有的人都是做出最大东西的。
我刚刚有提到过周杰伦，他是不是常常写歌？他是拍 MV， 他是不是让他的歌曲广为流传？所以他比我们富有，对不对？他一年大概赚7亿吧。OK， 我想你应该跟我一样很喜欢看海贼王，我也很喜欢看海贼王。你知道海贼王的作者一年赚多少吗？12亿台币。为什么？因为他一天工作100个小时吗？还是一天工作300个小时？都不是，因为他画了一个海贼王，他画出一个产品，那些产品本来只是在他的脑海里，所以画在纸上，是不是就像那个赵无极一样？懂吗？赵无极在墨纸上画水彩画，海贼王在稿纸上画出他的故事，然后呢，卖到全世界，还有很多周边商品带给他的庞大利益，所以他赚12亿。OK， 还有几个例子啊，我有抄，你等我一下。OK， 好，林志玲，你知道林志玲刚开始是什么？她只是一个上班族，就是一个办公室上班族。后来她做什么？她去应征模特儿。当从上班族变到模特的时候，她是不是把一个不可见的东西视为可见？她认为她应该要去做，所以她当了模特儿。当了模特儿，我想大家接下来都知道了啊，就是拍电影啊，还有拍一些连续剧啊，拍一些影片影集啊，类似这些。我记得好像他没有唱歌吧？他唱歌应该也不能听。好，所以林志颖他本身的从一个上班族一直跨足到模特，再从模特跨足到影视，再跨足到很多领域，甚至还有主持人，对不对？他是一直以来都把不可见的事情视为可见，所以他的收入比我们高，有道理吗？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看一下还有什么例子我还没讲。差不多讲完了，差不多。好，今天是我41岁生日，2016年4月17号。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因为我一直坚持这个原则，所以我是很重视生活品质的人啊，很重视生活，这胜过很多。所以我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会做个选择，我会选择我从来没有选择过的。好，我举这几天日子哦，我一直有习惯是快走，我有个习惯是游泳，还有我有习惯是打坐。可是呢，我有个习惯一直养不成，就是跑步。我跑步很难超过15分钟，因为我跑步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自己很无聊，所以呢，我一直很想要把跑步这件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出来。怎么办？对，我在心里一直想象自己跑步的样子，听清楚哦，我在心里一直想象自己跑步超过30分钟，或最少30分钟。我想象自己什么时间点要去跑，哪一天跑，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之下我要去跑步。我想尽办法跑步，所以慢慢的它就实现了。我开始可以跑到20分钟，我想过不了多久可以跑到30分钟，但我跑步的无聊感还是很难去排除的，但我还是尽量去把它维持住。OK，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我无论如何都只会尽可能选择把心目中想象出来的自己实现。所以今天你会看到这个影片呢，绝对不会是我无聊啊，好无聊啊，今天来录个影片讲废话屁一屁大家，不可能。我讲这些话呢，很大的因素就是希望我能够帮助你，就跟我29岁的时候那位年收入1亿5千万的大叔跟我讲的话一样，我希望把这句话也讲给你听，因为现在这个时局真的不是跟以前一样了，现在年轻人不太会有什么希望，他们通常都看起来很聪明，很聪明的在滑手机。记得我30岁的时候可没有智慧型手机啊，民国93年没有智慧型手机，那个时候的人不是随时随地都在看手机，但我不是说看手机不好，而是看了手机并不会产生出新的东西。只要不会产生出新的东西，或者是有人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财富呢，永远都是会维持在那个普通人的水平，你不会产生新的。我想你了解意思吗？你纯粹当做是一个吸收者，而不是创造者的时候，你作为跟你的行为都会都不会有所突破，都不会有突破。我在讲考试好了，如果你只是一个会读书的人，会看书的人，事实上你会考不好，
真正会读书考试的人，他不仅会做笔记，会练考古题，还会分析分析考试。重点是他会产出很多纸本的东西，他会教别人自己写，还会自己解题。甚至于如果你当老师的话，你会知道这个考科很多老师他都学有专精，为什么？他不停的教，不停的把不可见的我心目中的那些东西呈现在社会呈现在课堂上，所以他很聪明。但他只做什么？他只是不停的产出，才称之为聪明。就跟这边讲的一样，不可见，他把大脑的想法讲出来，他才称之为不可见。OK， 我看一下录多少哦，录40分钟了。一个人在这边讲40分钟，我也觉得蛮厉害的，但我还是很希望你怎样？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这个影片真的可以改变你，希望你的所有选择呢都是怎样？过去所不曾存在的，而且是努力产生出来的。设计游艇的人永远都会比买得起游艇的人更富有。远雄企业呢盖了很多大楼，所以用远雄的那个赵老板，全名我有点忘记，他一开始只是个模板工人而已。为什么他最后拥有了一个远雄集团？当然他旗下一定还有很多集团。为什么？不断的把不可见的东西变成可见。他一定看过很多书，做过很多事，他是同一时期的模板工人所做不到的。所以你懂了吗？一定要记得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不要再现可见事物，要将不可见事物视为可见，你才有机会走出困局。我希望你能够把这句话拿去对应这个市面上或者社会上有成就或有赚钱收入比较高的人，想想看他们是不是应用了这句话。 OK， 就先这样子这是我41岁的时候给你的生日礼物，希望你能听进去。拜拜，祝你好运。